贺总，那个，方不方便耽误您1个小时啊？浩宁，你想干嘛？我想带您去看一样东西，您看完之后，保证会重新评估这次的签约计划的。我10点约了签合同，这点信用总要讲的吧？哦，耽误您1个小时就好。如果您看完之后您觉得不合适，您再去签那个合约，那也不妨碍您的信誉啊。你到底要让我看什么？老天爷给的宝物。张总好。张总，乔部长马上就到，您看要不要给贺总打个电话？不用，约的是10点，还有10分钟，贺总不会迟到。好。整个地球的北纬21度，只有西双版纳有热带雨林。版纳平均的气温是21度，人灵魂的重量也是21克。而这种莲花，只有西双版纳才有。这种莲花4季不败。佛教里说了，人间的莲花只开1季，而净土的莲花能开4季。入红尘不染，出红尘不迷。这不正是傣家人的韵味和品质吗？贺总，请您喝一杯香莲茶。对男人来说，脂粉气重了一点，女人应该喜欢。这不正好吗？女人都是要买的嘛。贺总，就在曼掌村的旁边，除了成片的稻田，还有成片的香莲。这种香莲能开4季，不光可以让游客观赏，还可以治疗失眠，连镇静安神都非常有效。可以入药，制成花茶，制成精油。我们可以萃取里面的植物胶原蛋白，开发美容保健产品，产业链非常丰富。重点是，它很难被复制。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器，你能做，别人一样能做。这种植物的干燥和萃取技术门槛非常的高，日本有一家公司有这项专利，那家公司的老总是我的同学，他一直对公益还有环保都非常热心。他听到我有这个计划，就答应了。他要跟我独家合作。好是真好，可是寨子里几10户村民的地都租给了张总，要是开发权给了你，他能配合吗？徐总，能不能放下你们以前的过节，这次联手一起做呢？喂，张总。贺总，您到哪儿了？乔部长都来了好一会儿了，我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哎呦，不好意思，临时出了点事。那我怎么跟乔部长交代呢？我这马上就给乔部长打电话，出了点状况，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贺总，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电话里不方便说，咱们见面再说，好吗？张总，乔部长那边十有八九，又是徐浩宁捣的乱。你今天可把我害惨了。我做人极少失信，今天不和张总他们签，已经属于不守信用。不过呢，你这个项目的确非常的诱人，以张总的设计，再加上你的项目，曼掌村的稻田农庄就特别有前景。我的建议是，徐总你放下成见，跟张总达成协议，咱们3方一起来开发。
浩年啊！我还是别添乱了吧。实在不行，我们就和张泽尚合作一回嘛。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很担心的。香莲那么难找，我们都找到了，我就不相信没有其他的办法为我自己扳回一城。你老想着一个大男人，我可要吃醋了。我已经输了2回，无论如何我也要为自己扳回一局吧。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像一只斗鸡呢？我才不想跟他斗呢。他那个人，一关系到钱就不择手段。也怪我不好，要不是为了我，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的签合同，结果没看清。这次你把合同看清了不就行了吗？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他呀，心机那么重，就算不在这里算计你，也会在其他地方等着你。不管张泽尚是什么样的人，但他这一次总归是想开发农庄的，对我们曼掌村有好处。你呢，初心这么好，为我们寨子做了好事，佛祖会保佑你的，善因一定会结善果。我以茶代酒，向老弟敬一杯赔罪茶。哎呦，何总严重了，这我哪当得起啊？您是我的老大哥。签约这件事，我没有遵守诺言，按时赶到，是我有失诚信。嗨，谁没个急事儿忙事儿啊？再说那天咱们通过电话了，说以后细聊，不算失信。还是张总有雅量啊！不瞒你说，那天没有如期签约，是因为我有了新的想法。哦，新想法。我又发现了一个好项目，能够紧密契合咱们这个稻田农庄。愿闻其详。阿龙啊，哎，又帮玉波家免费打工呢。你怎么来了？工作室接了一单活，需要收点老蜜桃的逮紧。哎呀，你可真是帮了这些老蜜桃了。我妈还说了要请你回家吃饭。吃饭就不用啦。你要是想歇歇，我问你个事儿呗。行啊，谢谢。嗯。哎，你以前也出过家，后来还了俗啊？哦，怎么突然问这个？啊，那天我听矮扁的爸爸他们聊的，他跟矮管的爸爸以前也出过家，他还俗的比较早，所以比较开朗。那矮管的爸爸听说是当了督笔以后才还的俗啊。这个督笔还俗以后啊，叫康了，在寨子里很受尊敬的。哦，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爱说话，会不会是因为出家越久的僧人还俗了以后就越难适应世俗的生活啊？这个嘛，我觉得不会啊。既然已经决定还俗了，那就要去适应俗人的生活啊。他们一样要娶妻生子，要挣钱养家。你看啊，有的种田，有的割胶，有的做生意。我认识一个督笔，还俗以后就特别厉害，还当上了大学老师呢。能那么简单吗？我们傣族呢，生活和修行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傣家人常说啊，和乐善美，这4个字，就是佛法给我们的影响。那你们这就是现在最时髦的生活禅。生活禅。阿龙，你也真够和乐善美的，你就应该把这些脏活啊、累活啊，全交给徐浩宁来干。他哪是干这个的料啊？上次下田除草，活没干几下，蚂蟥基本上全喂饱了。哎呀，看起
起来啊，我以前爱浩宁爱得死去活来，其实说放下也就放下了。你呢？这辈子啊，我看够呛喽。不知道，习惯了。有的时候，习惯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陪他一起赶摆，一起采药，帮他干活。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习惯，戒不掉。你这是把爱过到了日子缝里，好像长在了一起。可惜呀，我感受不到。我跟徐浩宁谈恋爱那会儿啊，我天天的提心吊胆，他只要跟哪个小女孩说说笑笑，哎呦，我的心里就特别的烦，我就恨不得把他变成一个小木偶，放在我的口袋里，我才放心。放在口袋里。你比哈尼族姑娘还热烈啊！哈尼族，你是说像米罗那样的？啊？以前啊，我就是太患得患失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那样，但是就控制不住，挺折磨的。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也许更需要人心疼啊！你算是说对了，我们这种人啊，出拳太猛，你们男人根本就招架不住，更别指望着说还能主动的来心疼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那就是做梦，做梦。美嘉，我怎么觉得笑得不开心呢？但是像我们这种人啊，每一次去爱一个人，那都是拼了，会付出自己的全部。只要遇到的这个人能够真正的懂我，这一切就全都值了。那你遇到了吗？他能让我安心，开始敢面对自己，然后又让我慢慢的喜欢上自己。只是什么？只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也喜欢我。你直接问他呀！你们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孩子，不是最直接、最热烈的吗？我还真不敢。你会不敢？他真的很不一样。我们这一辈子是不可能了，只能等到下辈子了。下辈子？什么下辈子？这辈子的事情为什么等到下辈子呢？美嘉，什么是来世？明天就是来世。什么是下辈子？下一秒就是下辈子。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对呀，这也是一个女孩子告诉我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我不能让自己后悔，必须说出来。就算他不愿意，我也要说出来。对呀，美嘉，勇敢点啊！勇敢一点啊！一定要说出来啊！我要说出来！加油啊！加油！要说出来！听起来相连这个项目还真的是很别致啊。
可开发的产业链非常丰富。我也考虑过，稻田农庄这个项目虽然好，但是太容易被复制。到时候大家一窝蜂都来搞，游客就那么多，抢来抢去啊，利就薄了。而相连这个项目，独一份。是，但是我们能搞来这个项目吗？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跟他合作了。谁呀？徐浩宁。原来贺总昨天是去会浩宁了。浩宁为了搞到这个项目啊，也费了很多力气。现在的年轻人啊，有的一门心思只想赚钱，有的空有一腔抱负。像浩宁这样又有理想又踏实的人，不多了。是，我当年出来做生意的时候啊，心里也打了一张蓝图，可是做着做着那份初心就没了。说实话，浩宁能这样，我挺欣赏。这一点啊，我们看法完全一致。他呢，论经验肯定是欠点火候，不过话说回来，他没那些杂七杂八的想法，我们合作起来倒也放心。张总能给出那么中肯的评价，就是气度。哎呦，大哥您过奖了。其实直到现在呢，我对浩宁这个人还是挺欣赏的，有理想，有情怀，肯坚持。但是您肯定也听说了，他之前因为违约的事儿赔了我不少钱，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跟我合作呢？那没有办法，他要做这件事，就躲不开你。目前的状况是，浩宁那头呢，有相连这个稀缺项目和专利技术，你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当地支持，加上我的资金，咱们合在一起，占据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无往而不胜啊！张总，意下如何？大哥，只要浩宁同意，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有钱大家一起赚嘛！看来是我多虑了，张总果真是干大事的人。来。这个世界上，欠你最多的人就是我。海龙，花在哪里？应有时有。云在哪里？雨落是个好女人。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把一盘好菜放凉了才后悔。雨在哪里？知世界有。你在哪里？遇见谁有？我有话跟你说。停车！你干什么呀？多危险啊！你耍酷啊！米洛，我有话跟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回店里说？打个电话也行啊，我这边都已经晚了。还记得你说的吗？明天就是来世，下一秒就是下辈子。米洛，我喜欢你。
说出来。杜比，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和其他人都不合适。我想，我找到那个人了。我都不清楚，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种进我的心里。我只知道，我现在已经放不下了。你想知道他是谁吗？他教我做人的道理，勇敢地面对自己，要起善心，才能得善果。现在，我的心特别的踏实，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喜欢你。哎。请进。张总，哎呦，浩宁啊，快来，好久没见你了。张总最近好吗？叫张总多见外啊，还是叫尚哥听着亲切。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好啊，你说。相连的项目，我相信贺总跟你介绍过了。嗯，我听说了。浩宁，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更成熟了，有想法还有建设，厉害。所以我今天来是想听你具体的意见。这个项目贺总给我介绍的很详细，我呢也很感兴趣，所以我没有意见。那好，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好，你说。这次的合同由我来拟定。没问题。那我尽快发到你邮箱。OK， 我的邮箱你有吧？有。那个视频我还没删呢。嗨，兄弟，这件事儿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着酒。都翻篇了。我希望这次的合作是新的开始。好，说的真好。浩宁，年轻有情怀，还有胸怀，你不成，还有谁能成？其他的我们不多说了。我现在只希望万长村的这个稻田项目能成。一起努力。
看这合同看得愁眉苦脸。这徐浩宁真是记了我的仇了。怎么了？刁难你啊？本来呢，我是准备好迎接他的刁难，毕竟他赔了我这么多钱，又被他老爷子扫地出门。可我没想到他主动来找我合作。看来这有钱人家的孩子，丢什么也丢不了气度。那你还烦什么呀？这个徐浩宁可真是你们曼长村的亲女婿。哎，你不是啊？我跟他可比不了。哎呀，到底怎么了？你不要卖关子了，好不好？哎，生意上的事儿不想让你操心。你说出来就好了。你就跟我说说嘛，我也想学习学习呀。徐浩宁在合同里提出要把利润的20%分给你们的村民。哎，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见过这号奇葩。做生意不为赚钱，都为了你们村民着想。听你这么说，那我应该高兴才对啊。那就看你是站在曼长村还是站在我这儿了。稻田农庄这个项目啊，前期投入非常大，回收肯定也快不了。他这么一弄，到我们3个合伙人手里的利润就少得可怜了。那怎么办啊？你还要跟他合作吗？我是诚心诚意啊，可是没想到他把利润压得这么低。有钱人真任性。我要是个富二代啊，我也不为赚钱，我也只为理想。这大生意呢，我是不懂，可是小生意我也做过。我以前帮我妈妈卖特产的时候，那些游客每次来都要讨价还价好几次，但是最后呢，一般是都可以成交。哎，我看浩宁也是真心想为寨子好，要不你再找他谈谈，没准你们俩就能谈拢呢。放心吧，这么好的项目我也舍不得放弃，又能赚钱，又能帮到你们曼长村。老张最好啦。喝茶。廖香的妈，廖香的妈，你在家吗？哎，在，上来啊。美嘉，来进来坐。大妈。怎么了？小姑娘还是笑着好看。大妈，我跟杜比表白了。啊，看来感情这杆秤，你还是没拿捏准呢。有了他，我心里才有准儿啊。我知道，我喜欢一个僧人，别人不能理解，觉得很离谱。可是，在版纳，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版纳的僧人不都可以还俗吗？为什么？为什么他就不可以啊？还不还俗，要看他的心。可是我觉得他眼里有我，心里一定有。他喜不喜欢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要不然那天也不会慌成那个样子。可是他就是不敢承认。现在连见都不肯见我了。喜欢一个人，应该舍不得让他烦恼才对。可是爱情，不就是有苦也有甜吗？爱情是2个人的事儿，
一起苦，一起甜，这才叫爱情啊！你这有点像买东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得给你一点东西，他要是不给，你就伤心了。月儿香大妈，你等了浩宁爸爸这么多年，难道您不伤心吗？等不等是自己的事情，怨不得别人。我是真的很喜欢他。如果他不肯还俗，我就守在这儿，等他一辈子。佛祖啊，您拥有殊胜的智慧，我祈祷我能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烦恼。我祈祷我能善用心中的情感，并将之引向正道。我发愿传承佛法，利益众生。这个熏香就是版纳特有的香茅草精油。香莲也可以提炼精油。对啊，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稻鱼鸭蔬有机农场还有这个香莲的产品做好包装，推向市场。你放心，我有一整套的计划。你今天找我来就是说这个？这是下一步，我们今天先聊一聊上一步。我们都那么熟了，直说吧。好，你发的合同我看了，别的问题没有，就是关于三方的利润分配，你不觉得给村民的有点太多了吗？我考虑的是长线的投资，多给村民一点钱，他们做起事来更认真，也会更努力。我明白，万长村对于你们家意义非同寻常。现在又多了玉波这层关系，但我们家一丹也是万长村的，所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村民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郝宁，你看啊，我们这次呢，不但没有破坏环境，而且还锦上添花，恢复了万长村的稻作文化。你又找到了这么稀有的莲花，对它保护和培植，这都是功在千秋的好事儿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有机农场、水果、稀有药材，游客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买，利润一定很可观。所以，多让一点利给村民，不吃亏的你就少赚一点，细水长流嘛。你看一下，这是我算的，我相信你也算过。抽出20%的利润给村民，亏倒是不亏，但是到手的就少得可怜了。跟我算的差不多。那你总得为贺总和我考虑考虑吧？
贺总这么支持我们，投入了这么多钱，你总得让人家的进账好看一点。这样吧，17%，减少3个百分点。8%。你是说减少8%，给村民12%？给村民8%。15%，这是我最大的诚意。明白。这毕竟是个大项目，牵扯的方面非常杂。你让我再好好算算。好。终于见到您了。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贝叶，用来刻贝叶经的。我来帮您吧。哦，好，好，好，我不乱动。我听说，这种贝叶可以存放好久的。对，这些贝叶经过一些处理，可以防水、防虫、防腐蚀。刻上经文，能保存上千年。正是有了这些贝叶经，我们傣族的历史文化和佛法才能继续传承下去。您不想还俗，是舍不得这些吗？有些人出家，是为了遵从习俗，应付父母的要求；有些人是为了学习傣文和佛法；还有一些人是为了修行，断除烦根，证悟涅槃，离苦得乐。而我，是为了利益众生。可是版纳有这么多的僧人，少您一个不可以吗？现在出家人还俗的越来越早，教那些小和尚学习傣文和佛法的僧人就越来越少。信众求法不易，多我一个，对他们来说多了一份帮助。那您就不能帮帮我吗？夜里的风，从任何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吹过来。如果你不够坚定，那么风吹到哪儿，你就得到哪儿。张美嘉，这么多年，你被一股业力的风吹到这儿，又吹到了那儿，在这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中越陷越深，很快就会失去自我。可是做人不就应该经历这一切吗？我是个僧人，我要做的就是让众生得到解脱，而不是越陷越深。你可以跳出来俯视自己的人生，其实一切都很短暂，包括爱情。我改变不了你，可是你也没有办法改变我。